前段时间试打了一下施奥德刚上市的威炫决胜版，当时内置板是160×150的大版面，这次厂家特意为我提供了一支全球独一无二的157×150蝴蝶版面的底板。借着这次试打的机会，和大家聊一聊不同版面对于底板性能的影响。今天威炫决胜版正手搭配的是尼奥成省41度，反手省套狂飙8-20专业版37度，正反手都是刷了2遍油，底板89克，贴上碳纤维护边不到92克。但是由于这张尼奥成省的重量非常重，所以球拍贴完之后重量就达到了204.5克。由于上次威炫决胜版的测评视频刚发布，所以这次就简单聊一聊小版面带来的不同。威炫决胜版属于内置 JLC 纤维的底板，和我们常见的黄防碳内置相比，它的手感偏硬，击球速度更快，形变也更好，这点确实有点像蝴蝶 ZLC 和 ALC 的区别。由于 JLC 的弹性更大，所以借力的感觉更好，也更加省力，无论是拉球还是攻球，落点也会更深。其实底板的旋转表现还算不错，不过由于底板的形变太大，造成了球的弧线偏长，在中等力量下拉球没有太大问题。一旦球不合位，或者你想要发力冲的时候，底板的容缩性表现一般，基本上所有的失误都是弧线过长造成的。所以使用这款底板你需要多加注意弧线保护，不知道长时间的使用会不会能适应。这里扩展的说一下，聚龙纤维形变好，稳定性为什么反而不如方碳纤维？这就好比羽毛球线的低棒与高棒的差别一样，低棒的球拍线相当于弹簧效应，打起来虽然省力，但是控制能力差。高棒的球拍线的韧性小，打起来更加吃力，但是更容易做到指哪儿打哪儿。回到乒乓球这里，聚龙纤维的打感就像大弹簧，由于压缩后反弹效果太大，所以很难做到方碳那种发一分力出一分力的手感。接下来说一说威炫决胜版的底劲儿。JLC 纤维内置属于比较容易出质量，对拉也比较轻松的类型，它的上限放在500多元内置板中算是中上等水平，但我觉得无论是稳定性还是上限都不如施奥德省队968礼盒加硬版本。换句话说，威炫决胜版速度更快也更省力，但是弧线偏长，容易失误，而加硬礼盒稳定性更好，旋转更强，底劲儿也更大。下面再讲一讲版面变小带来的变化。其实在打原厂大版面威炫的时候，底板的容缩性差，并没有表现出那么明显。大版面的填区更大，其实会带来更好的稳定性，而小版面挥拍的确更加轻松，正反手的转换也会更加自如，不过稳定性确实要差了一些。在当今乒坛，其实很多的运动员他们的底板都有越做越大的趋势，可能很多球友并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们知道用板头击球力量会更大，那么板面变长以后，板头位置也会相应的远离我们。在拉球的时候，前臂加速非常重要，这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挥拍速度，进而影响单板质量。其实在正手拉球动作当中，我们的挥拍轨迹是类似以肘关节为圆心而做的质点的圆周运动。那板面变长相当于半径变长，如果我们发力时角速度不变，就会增加挥拍的线速度。夸张点解释，可以直接把乒乓球拍换成羽毛球拍，那么线速度就会变得相当的炸裂。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解释，实际上大版面还会与球拍重心的变化、身体负荷的变化等其他因素有关系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这期确实聊得比较杂，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，可以在评论区互动。好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